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可以说是100年来华尔街那些顶尖高手奉为圣经，但又不太跟外人说的市场剧本——威科夫理论。准备好了吗？我们就用这个方法带你看看市场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到底是怎么出招的。你是不是常常有这种感觉啊？就是不管市场怎么变，那些我们常说的主力啊、大户啊，好像永远都是赢家。感觉他们手上是不是都有一份我们这些散户不知道的秘密剧本？威科夫理论呢，就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看市场。他提出一个核心概念，叫做综合人。你想象一下，整个市场的涨跌，其实都是由一个超级有钱在背后控制一切的单一人所操控的。这个综合人，其实就是我们在台股常讲的主力啦。你只要学会用这个角度去看盘，整个市场的逻辑瞬间就变得很清楚了。那到底是谁这么厉害，提出了这个超独到的观点呢？他就是理查德·威克夫。他这一辈子都在想办法揭开市场游戏的规则，可以说是为我们散户点亮一盏明灯的华尔街先驱。威科夫他自己的故事根本就是一部传奇。你看，他15岁就去当跑单小弟，20几岁就开了自己的券商公司。但他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散户老被市场主力割韭菜，所以呢，他就创办了《华尔街》杂志，后来还开了学校，把他去采访那些传奇人物，像杰西·里佛摩JP 摩根决斗的操盘心法，全部交给一般大众。他想做的其实就是把专业投资的智慧变得人人都能懂。就是因为有这种想法，威克夫就把综合人那些很复杂的行为简化成3条超级简单，但威力却非常强大的定律。可以说，这3条定律就是解读主力资金心理的一把钥匙。只要你掌握了，就能打开主力思考的大门。好，第一定律，供需法则。你可能觉得这不是基本常识吗？对，没错，但它就是所有价格波动的根本。市场上永远都有买方跟卖方两股力量在拉扯。当想买的人，也就是需求，比想卖的人供给还要多，那价格自然就往上跑。反过来，如果大家都在卖，供给铺天盖地而来，价格就会下跌。这是判断趋势方向最核心的基础。再来，第二定律，因果法则。这条定律完全解释了台股一句老话：横有多长，竖有多高。股价如果长时间在一个区间内盘整，这个盘整就是那个因。它代表什么？代表主力正在这个区间里面安安静静的买股票或卖股票，在累积能量。那之后喷出的大行情，不管是大涨还是大跌，就是那个果。所以说，盘整区间越长，就代表主力布局的时间越久，那后面的行情当然也就越惊人喽。好，第三定律，投入与产出法则。这条很重要哦，它是判断趋势是不是快要反转的关键。这里讲的投入指的就是成交量，也就是主力花了多少力气，而产出就是成交量推动股价变化的那个结果。在一个健康的趋势里面，投入跟产出应该是要成正比的。那如果不成正比呢？这就是关键了哦。当你看到成交量突然爆出一个超级天量，代表市场投入了极大的努力，可是呢，股价却涨不太动，甚至不动了，这就是很典型的量价背离，也就是投入很大，产出却很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警讯哦。它暗示说，推动趋势的力量已经快没力了，背后的主力可能正在偷偷卖股票，趋势随时都可能反转。OK， 了解了这3大定律之后，我们来看看这套100年前的智慧要怎么用在我们每天在看的台股市场。其实正因为台股是一个很容易被法人跟主力影响的浅碟型市场，威科夫的理论用在这里反而效果更好。维科夫把一个完整的市场循环分成4个阶段。第一阶段叫累积期，就是主力在股价很低、没人要的时候偷偷的买进，也就是吸筹。第二阶段是上升期，等筹码都到手了，主力就开始拉抬股价。第三阶段是派发期，这时候股价在高档，市场气氛一片乐观，主力就把手上的股票到货给那些追高的散户。最后就是下跌期，主力跑光了，股价就崩跌。所以搞清楚现在股价在哪个阶段，是做对决定的第一步。好，现在我们来看重头戏，就是主力最爱用来骗散户的2个手法。
第一个叫做弹簧效应，也叫终极震仓，这可以说是假跌破真拉抬的经典剧本。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累积期的最后，主力会故意把股价打到支撑线下面，制造一种完蛋了、破底了的恐慌，让那些没信心的投资人赶快停损卖掉。等这些浮动的筹码都被洗干净之后，股价就会很快被拉回支撑线之上。所以关键来了，这个讯号一旦出现，它反而不是出场点，而是证明主力准备要发动攻击的最佳的进场点。看完了多头的陷阱，当然也有空头的嘛。第二个关键讯号叫做 UTAD， 中文是派发后上冲回落，这就是典型的假突破真出货。这个状况通常发生在派发期，主力会用尽最后的力气把股价再往上推，制造出突破前高的假象，吸引最后一批还看好后市的买家进场追高。但是，一旦这些买盘进来了，主力就会开始大规模的到货。股价很快就会跌回盘整区，所以这个讯号就是在跟你说，喂，该获利了解喽，是一个很重要的出场警示。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威科夫理论超厉害，但它也不是完全没有挑战。毕竟这是一套100年前的智慧，在今天这种资讯爆炸、高速变动的市场，我们要怎么与时俱进的去应用它呢？我们老实说威科夫理论有它的一体两面。它的挑战在哪？在于判断现在到底是累积还是派发，需要经验，有点主观，而且主力的布局时间可能很长，很考验我们的耐心。但它最大的优点就是能让我们丢掉那些落后的技术指标，直接从最原始的价格和成交量数据里读懂大户到底在干嘛。那为了克服主观性的问题，我们可以帮这套经典剧本来个现代化升级。首先，你可以建立一套标准作业流程 SOP， 用检查清单来确认形态，而不是只凭感觉。再来，也可以利用现在的 AI 或量化工具，很客观的去筛选出符合威科夫形态的股票。更重要的是，把你自己的产业专业知识跟这套方法结合，先用基本面找出好公司，再用威科夫理论找到主力布局完成的那个最完美的进场点。总结来说，威科夫理论留给我们最重要的资产，其实不是一套死的指标或公式，而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所以最后我想问大家的是，透过今天的解析，你是不是已经开始学习像市场的那个综合人一样去思考了呢？